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猪达频道，我是 Ada。今天这个影片呢，如标题所见，是想要分享我个人多囊性卵巢自然受孕的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到目前正在备孕，并且也有多囊性卵巢的女孩们。如果你也是多囊性卵巢，想要顺利怀上宝宝的话呢，就接着看下去吧。那我有把我想要说的东西抄在一个笔记本里面，可是我并没有很有系统的去排列，我讲的可能会有一点东一格西一格这样子。那我会利用简洁的手法去排列的更好，让你们更理解我想要说的是什么。那这部影片呢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个人的状况，自身的状况；第二个部分呢是我身体上的改变；那第3个部分呢是我为了怀孕而做的努力。首先我想先说一下，这影片就是单纯分享我个人的经验，我自己自身遇到的状况，并不代表说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也不代表说你就不需要去咨询医生。对于你接下来的各种计划，像是我待会会提到的168断食，然后还有补充各种的保健食品，你要去看医生才可以确诊说你有这个多囊性卵巢体质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想要声明一下，就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询问过你的医生，然后咨询个人身体状况，而不是说上网查，然后随便听一些网络上的人去讲这些消息，然后你就自己去用你的身体去做实验。那我大概说一下我自身的状况，就是我是何时确诊的，是从2014年到15年，就是在澳洲这2年，其实我的月经就有点不太规律，我就有发现到久久才会来一次，或者是一次来很久。曾经有大概1个月，一整个月都是在出血的状况，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在澳洲的时候就不太有看医生的机会，所以我是等到回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有一阵子是我的脸上出现了很多面泡，像我现在这边有很多痘疤，这边也有脸颊的这2侧，然后它的痘痘是属于会很肿的那一种，你会感觉它是从你的皮下很深层肿上来，然后会很痛的，就是你几乎摸到它会有一点像淤青的感觉。那时候手贱会想要去挤，然后只要一挤，那颗痘痘就会变得有一点颜色变得很深，整颗痘痘就会呈现一种深紫色的感觉，很不容易愈合之外，它会在你脸上留下很严重的痘疤。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为什么我的脸颊上面会长出奇怪的痘痘。大概在2017、2018年左右就想要怀孕，然后就有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的卵巢里面有很多的卵子，但是他们都没办法长大，然后它堆积在那个卵巢里面，就会像一个珍珠项链这样子，一颗一颗一颗这样。照了超音波，然后医生这样说，我才真正确诊多囊性卵巢。然后讲一下我身体的改变，可能因为那时候刚来到美国嘛，我以为坐飞机导致时差，然后就会让月经延期。多囊性卵巢就会让你的经期很不准，甚至经期的周期很长，就变成说我可能2个月才来一次月经。然后还有内分泌的失调，其实多囊性卵巢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状况，然后它会让你产生容易发胖，雄性荷尔蒙过高就会让你的那个可能手毛、脚毛，身体的毛发会很旺盛。还有一点很奇特，它会让你的手毛跟脚毛变得很茂密，可是你的头发会不自觉的一直开始落发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说到很容易让我心情不好的长出这些痘痘，因为那时候痘痘真的是好像1个礼拜就冒1颗，然后你1个月就可能这边4颗，然后下1个月这边还没好，然后这边又长4颗，就会觉得那些痘痘影响了你整体的一整个状态还有心情。多囊性卵巢这个体质大概都是属于家庭遗传，你家里的人可能有糖尿病的基因，血糖容易偏高的话，其实都很容易造成这个多囊性卵巢的体质。那有一些可能也是后天形成的，可能就因为你不运动啊，然后爱熬夜，然后喜欢吃甜食，导致你的这个内分泌有一点失调的状况，就会形成多囊性卵巢。多囊性卵巢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应该也不算疾病，算是一个体质。虽然说它是没有办法去逆转的一个体质，但是你可以通过以下的努力，然后去让你的多囊性卵巢变得更好转一点，然后让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去影响你的生活。再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为了要怀孕去做的改变。在备孕的期间，我有补充肌醇。那肌醇的话呢，就很适合备孕的人，然后高龄产妇，如果你是年龄介于34以上的话，如果你要备孕就可以补充肌醇。还有像我这种多囊性卵巢的族群，肌醇就是维他命 B8，那它目前来讲是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也是可以溶于水的，所以如果你摄取太多的话，它也会经由你的尿液去排出，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会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会囤积在身体里面，造成一些身体的损伤之类的。肌醇之所以很适合多囊性卵巢的患者，是因为它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产生。另外还有摄取的保健食品就是 D3，因为 D3的话是可以减少你胰岛性的阻抗，有效的降低你的胰岛
导素之外，它还可以改善你的排卵异常。接下来2样呢是我自己有做，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持不同的看法。像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在备孕的期间，我有戒掉牛奶，然后也戒掉咖啡，不管是拿铁啊或者是黑咖啡，反正就是任何咖啡我都是不摄取的。然后奶制品、cheese 这一类的东西我都是完全戒掉的。也是有人说多囊性卵巢可以持续喝咖啡跟喝牛奶，但是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喝咖啡，也没有喝牛奶的，因为有人说咖啡会刺激到你的胰岛素，然后会让你的雄性激素更高，然后牛奶也是相同的理论，那就是看你个人去相信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再来，我觉得很有效的一个减重的方法就是喝绿拿铁。绿拿铁我大概是从2017、18想要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喝。那我当初会接触到绿拿铁呢，也是一个亲戚，反正就是杰克的奶奶的弟弟的儿子的太太，隔很远有没有？他就是教我说，他那时候怀第2胎，因为他好像也是隔了7年还是8年才生了第2胎。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他是喝绿拿铁去调整体质。然后绿拿铁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方便去准备的一个东西，买很多的菜，用一些基底水，你可以用水啊，或者是椰子水，然后可以加黄豆粉、黑豆粉，然后加一些坚果啊、枸杞，然后加一些可可粉，然后或者是大麻籽以及肉桂粉之类的。反正你就是可以加各种你想要的加的东西，主要就是让你的营养更全面，然后摄取的东西更广。我的绿拿铁里面很常加羽衣甘蓝、菠菜、芹菜、苹果醋、肉桂，这些都是可以去降低你的血糖，然后维持你血糖稳定之外，减少胰岛素阻抗，然后让你的胰岛素更敏感。然后最重要的还有加小黄瓜，小黄瓜的话它是低 GI 的食物，它可以让你的血糖不要上升的这么快之外，它的热量又非常的低。小黄瓜也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然后帮助你去血糖跟肝糖的代谢跟转换。苹果醋的话，我通常都是直接去 Costco 买那种3大罐1组的。苹果醋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帮你调节血糖，然后促进消化之外，它可以降低你的胆固醇的形成，所以它对于减重来说也是非常的有效。像贝克汉的老婆啊，还有 Katy Perry 都有喝苹果醋的习惯哦。还有一种东西是我很喜欢加到我的绿拿铁里面，它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同时对于备孕的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雌激素的摄取来源，那就是黑豆粉。因为黑豆粉的话，它可以抗氧化，然后它可以抗老化，因为它还有异黄酮。那异黄酮的话，主要就是植物性的雌激素。那对于备孕的人来说，雌激素补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另外，减少精制糖类、精制淀粉这一类的食物，对多囊性卵巢来说是很必要的。因为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只要吃太甜，或是我太常吃甜食，我的脸颊只要一冒出痘痘，我就知道啊，我最近又太放纵了，所以我就会又开始在减少我吃甜食的量。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尽量不吃甜食，但是有时候控制不住的话，我还是会摄取一点点。因为如果硬是逼自己去不吃的话，身体的反应就会开始反扑，让你去吃更多，或者是变得更暴饮暴食之类的。像白饭、白面啊这一类的食物，我也会减少摄取，尽量用糙米啊或者是燕麦去取代。那燕麦的话，我目前是有持续在吃，我买了一大包那种刚切的燕麦。那燕麦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它虽然说是有效可以降低胆固醇，是经过实验证实的哦，然后它也是减肥时期的一个很好的淀粉的来源。但是要注意的是，其实燕麦的热量跟白饭差不多，所以它其实只要一次吃60克就差不多了，你不要吃太多，因为它里面的膳食纤维，有些人可能肠胃不太好，容易胀气啊，然后会有腹泻的情况。只是说它有比较好的一个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然后它的淀粉量也是有在那边的，所以也不要就是多吃。那还有水果，像我也是很少吃水果，因为我觉得水果它虽然说是很天然，然后也是比较相对健康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有一些陷阱在里面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水果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但是其实水果的糖分太高的话，你多吃它也是会让你的血糖波动的很厉害。那血糖太高的话，就很容易就是造成多囊性卵巢。那多囊性卵巢其实有一部分的体质是会让你的雄性激素过高，雄性激素如果太高的话，它就是会影响到你卵泡的生成，它会让你的卵泡没有办法长到可以排出卵巢的一个大小，就会导致多囊性卵巢这个情况的发生。再来就是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让你的怀孕的几率变得不是这么高。但我们这边不会说是不孕，因为还是有可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怀孕的。像我的话，就是当初医生也是说我比较难怀孕，但是事实证明是只要通过我的努力，然后一样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孩。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虽然说多囊性卵巢比较不容易怀孕，但是我们怀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的几率比一般正常的女生还要更多，所以说其实有多囊性卵巢并不是说真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刚才相机没有电，所以我把相机换了一个电池。那如果
角度跟刚才有点不一样的话呢，还请大家见谅。刚才有提到多囊性卵巢很容易发胖，就是感觉好像吃的没有比别人多，可是你就很容易增加你的体重。但是如果想要逆转这种易胖体质的话呢，我就建议是去运动。以前的话，我只要体重上涨到一个水平，我就会发现我的月经又延期了。那只要月经一延期，我就知道啊，一定又是排卵不成功，然后我的卵泡又长不大，所以导致我的月经就是爱来不来的。后来我就上网查，发现到很多人都会去台安医院，就是关于这个多囊性卵巢的问题，他们都会去台安医院看。通常医生都会叫你减重之外，台安医院他们会有开那种飞轮课。后来知道大家都会被医生推荐去上飞轮课，我就在美国这边，我就自己去报了健身房，我大概1周会运动6天，然后有很大的机会就是有飞轮课的话，我就会去参加。那频率的话，大概是1周3天到4天左右。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积极的踩飞轮，说真的我也瘦得很快，大概半年左右就会感觉到很明显的差别。我那时候是觉得我的运动裤在这个小腹跟就是胯的这边吧，有点像是该逼那边，然后它就是变得有一点松。但是我就知道我的体重真的是下降的非常多，因为飞轮算是一个全身性的有氧，它对于就是燃脂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踩飞轮啊，然后跳绳。跳绳我那时候也有，踩飞轮的话是我第一胎想要怀孕的时候，我就去积极去踩飞轮。然后我那时候是踩飞轮踩到我好像是怀孕已经初期了，我还不知道，然后我还是有去上飞轮课。然后再来是跳绳，跳绳我是第2胎想要怀孕的时候，我就是尝试跳绳这个运动。然后我也是看小红书上面大家说很燃脂啊，然后很容易全身性瘦身的那种运动，所以我也去尝试一下。然后我那时候体重大概也是快要60吧。后来通过跳绳啊，还有就是我有做那个，那时候很流行什么？那时候很流行那个刘畊宏的毽子操，我就是有跳绳，然后也有跳这个刘畊宏的毽子操，我觉得也是蛮有效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些运动对你来说一开始可能是很难的，就是你会觉得很懒，然后或者是很难去达成每天或者是经常性的去做。但是我真的觉得跳绳，然后刘畊宏还有飞轮这3个都是帮助我怀孕的一个很大的关键。运动的话主要是贵在坚持嘛，那就是会建议大家运动的话尽量要每次30分钟，然后1个礼拜3次以上，每一次运动的时候心率大概都要每分钟130下左右，这样的话会对于你的身体是有一个最好的运动效果跟一个燃脂的效果。减重的部分我觉得是多囊性卵巢排卵主要的关键，所以体重一定要减下来才可以顺利的排卵，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再来我还有做的一个努力呢，就是168断食。那168断食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常常都是睡到下午，然后起床之后就开始第一餐结束过没多久之后，紧接着就是吃晚餐的时段。那我会在这2餐之间摄取到我应该摄取到的热量以及各种营养物质，然后还有各种我想要吃的垃圾食物，我都会在这段时间之内吃完。那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吧，我也没有到真的168的那个8，因为168断食最主要的一个执行方式其实就是 skip 掉你的一餐，可能是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晚餐，看你要哪一餐。然后我其他的时间可能19个小时或者是16个小时，我都是完全不进食的，尽量就是让你的胰岛素去休息，让你的胰脏不要再去运作，会是对你的身体会是最好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可以避免你发胖，然后摄取过多的卡路里之类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减重啊、绿拿铁啊，然后运动啊，然后吃保健品啊，这些都是属于自身的努力。那如果你自身的努力都做到的话呢，还是需要有一点助力去帮助我们自然受孕的。会建议就是你在备孕之前呢，先去做输卵管的检查，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可以顺利排卵的，可是他的输卵管是有阻塞的情况，就表示说你卵子是很健康的，可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去让它自然的排出，所以我会建议去做输卵管的检查，确保你的输卵管是正常通畅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善用一些工具去抓到你的排卵期。那排卵试纸的功效呢，就是更精准的去抓到你的真正的排卵期。那它的原理就是使用尿印，你要在每一天起床的同一个时间去排尿，去看你体内的 LH 浓度是不是已经到达排卵的一个状态，你会更容易抓到你的排卵期。因为排卵期就只有那么黄金的1天，所以如果你没有抓到，你错过的话呢，其实就会跟你的宝宝擦身而过。再来这一点呢，也就是最后一点，我觉得最简单但是也最难的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在备孕的情况下是很简单去达成的，因为你只要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保持你的心态是正面，然后积极乐观的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它同时也是最难的一点，是因为你在备孕的期间，只要你看到你的月经又来了，你就会觉得啊，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就会觉得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我的月经还是每个月都如期来。我觉得这个是备孕期间最困难的一个心情上的调试。但是呢，我只能说心态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当时在备孕的时候，我一直很积极想要
顺利怀孕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事与愿违。像我这次怀第2胎的时候，好像是从2022年的2月，然后一直备孕到10月，我都是很积极的去执行我刚才说的运动啊，然后绿拿铁啊，然后168不要喝咖啡啊，不要就是喝牛奶啊，这些我都很认真的执行，但是我都是没有顺利的怀孕。到了11月之后，就是我那个月我特别的放纵，我完全没有在管我在备孕这件事情，我就是已经完全放开了，我就该干嘛我就干嘛。然后那个月我就怀上了。就是当你越想要的时候呢，老天越不给你。实测2胎的经验都是心态真的是大于一切，你就是好好的享受当下，好好享受你没有怀孕的这个时候，该出国就出国，然后想做什么就趁怀孕之前赶快去染头发啊，做美甲啊，各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可能学什么骑马啊，然后拳击啊，都可以去做。因为你在怀孕有小孩之后，这些事情对你来说都会是一些很奢侈的享受，所以绝对要保持好的心情，然后不要太过于沮丧。因为说真的，多囊性卵巢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只要你通过改善你的生活方式，然后还有饮食结构，就可以去得到很大的改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多囊性卵巢自然受孕的经验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目前正在备孕、想要怀孕的姐姐妹妹们。那希望你们都可以顺利的求子成功，得到龙年的宝宝。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